这都是吗？看这些，你看这些都是。这大概得多少把？大哥，这些100多把。好家伙，我真是没等狗呆了，就按那个他们的说法。说起来都知道，老一辈是专门干这个的。到我这代吧，我也不干这个的，我也用不了这么多，有几把够用就行了。所以说我就想卖。先别打，你真有实力吧？大哥，那我得看看吧。你就看项目这些吧，看明白能聊聊，看不明白也走人。我没空给你聊聊这些别的。大哥，你大概这些得多少把呢？我这是100多把，都全了吗？大多数都全了。是老虎，我一看就咱有么说么，你关键是你想卖多少钱呢？我得10万块钱。大哥，你这要这价有点狠呢。你说的么？你腿上没这数了？我这是100多把壶，一把壶才合多少钱？你知道我现在小时图来的这个1个月做2把，一把壶好几万。我这都是老沙，你别忘了。以前这个沙它透气性好，颗粒大，很难成型。现在都是泥。虽然我这现在不做这个了。大哥，别激动，你说的啊，我明白。我看你懂我才给你聊聊完了。你不能说这个东西贵，10万块钱一点也不贵。我按现在这个100万也不贵。大哥，别激动，我这咱随好就是嘛。你说我要是什么不没的话，我不跟你在这聊了是吧？你什么？你平和那个心情哈。85年以后就没老啥，你知道吧？你去过宜兴吗？大哥，我也经常去啊。你说一枪打吧，我感觉我都保底了。实际上俺现在这个湖，我这100万也不高。现在老沙根本都没有了，他们也舍不得用这种沙子做湖。别生气啊！你进来有点问这个，有点我录像，我没说你别的。大哥，我没录上你。我看你挺干嘛，你能买起吧？我现在这我再都瞅。我知道你年纪大了，我尊重你。我没有那些事儿，你说咱买卖，你总得。你放心，我那湖你连看别看，我又跑不了。我那湖你请放心了。我那祖上从清代就开始，从宜兴那边有商号。虽然我现在不干了，他们也给我说，你这上宜兴10万块钱，老沙做的湖，你能买6把吧？你别的没这个条数，10万块钱一点都不贵。我都要了，行吧？那个什么，就跟你说那个啊，就说大部分都没毛病。我先看看这一项，行吧？我说的不假吧？再看我脾气不急，没给你乱说。大哥，这个大概到底多少把呀？100多把，这都不少。咱接着点就行。你真点钱了，接着点就行。我今天我没空在这，你耽误一些。你行你拿走，不行你走人。行。行了，大哥，这些还能就是说咱还能实惠吗？那不可能啊！10年前这柜子打开过一次，你能买好早买了。我把个小子撵走了，不能再便宜了。你看这把壶，这嘴儿把做的多好，这种壶要现在一个他们新做出来，最少得要1万以上。那叫啥嘛？这还都是老沙，而且喝茶也行。你看完完整整，现在灯光瓦亮的还叫啥嘛？你看那是一种温润感，沙有一种质感。现在灯光瓦亮的那能喝茶吗？那是泥儿，这纯正的沙。 8万块钱行吗？
别的没说了，和7、8位一般嘛。多少个优惠着？一点不优惠，那不可能。要不你走吧，行啊，你去取钱去，我在等着你。不行，你别回来了。我身体不好，我身体好，一上午我出去摆摊，一上午我就卖劲了。我非得要等着你吗？我单卖不好吗？我非得一枪打吗？对不起伙了。是大哥，你这样啊，我就给你拿钱，行吧？行，我等一会儿。有没说没，但是呢，就是我来了以后，我都再检查。就掺上一半还值了。行，那什么，你稍等我一会儿，你那个小气儿，我不知道你那个身体不好。行，你知道我还血糖高，血压高，腿还不得劲儿，要不我没这么跟我。哎呀，又经历了一下午，终于拿下这个大哥，或者说叫个大叔吧，确实是啊，有些人是有性格的，又是前辈啊，懂得呢又特别多，专业性很强，从来没有说买到这么多的精品的紫砂茶壶。那么给大家大体聊一下这个哈。那我国的茶道文化可以说是源远流长，从唐代的陆羽的《茶经》，那么一直到宋徽宗的《大观茶论》，那么又到纪元叟啊茶具图赞啊，什么韦鸿庐木盖志汤提点等等。所以说呢，茶是我们中国文化传承的一部分。那么还有就是说什么呢？特别我们的紫砂壶，在每个男女老少的心目中是不可或缺的啊，甚至是生活中必备的物品。那么对于饮茶爱好者来讲，那简直就奉为圣杯。那紫砂壶其实呢，时间并不算长。现在广泛所认知的呢是什么呢？是明代正德年间啊，有一位叫贡春的人，他从一个得道高僧上学到的制壶。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公认的最早的茶壶呢，就是贡春壶。但是那种壶，可以就是被我们奉为鼻祖了，见一面都很难别说是拥有一把了。那我们现在呢，很多壶，那个大哥说的很对，其实不能称之为砂。那么宜兴所产的砂呢，颗粒大，而不是呈细泥状，它是有质感的。所谓透气不透水，那么也就造就了紫砂天然的特性我们的茶放到那里它不易变质，它通透，它口感好。其实很多时候是取决于砂质的。那么到了80、90年代以后呢，这个老坑的，就是这个原矿的矿砂就越来越少所以呢，以至于现在呢，我们买到的很多的壶，可能它的砂质呢大不如以前，甚至呢有100-200几十块钱的那种化工壶流入我们民间。那么我们能买到一把好的砂料的纯正的宜兴原矿的砂料呢就很难。那么我们呢只能从这种老壶上去找，因为那个时候厂货第一是出口，第二呢就是说国有的是不计工本去制作的，还有很多那时候在这个宜兴这个国有紫砂壶厂上班的很多后期都成为名家了，也有可能那时候不署名。那么这里边呢，我看了每一个都亲自上手看了，砂质都是特别的好。我们现在买一把纯手的就没有名头有名头的就没法记了，动辄几万、10几万、几十万，都是用2000年之前的，必须用老砂，刚陈腐就打数年之久。所以说现在很多它不可能陈腐1年，光这个工艺就达不到了。所以说呢我们也不能去说什么，因为毕竟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有很多东西呢就没法坚持原来的那种就是说工艺了现在都提速了嘛。所以呢现在这个老的紫砂壶呢可谓一壶难求，原矿的这紫砂壶呢有年份的这会越来越少，离我们呢也越来越远所以说我也很珍惜我们有博物馆也委托我呢去给找一批作为一个紫砂的展览也有很多的朋友找我求购一些。我是收藏小哥，喜欢收藏，喜欢收藏对方。老板老板说的是您是一次的，我没概念，我资金项目事儿。哎呦，这个对的话，那就现在。你的事情呢也怕您接受不了，接受了，没问题。就说像这一件花楞的这一个，咱从这个款式上去说的话，大明宣德年制，这个写的主力度就非常欠缺一些。
有很多时候呢，比如说到了清民国，他会去仿明早期的一些东西，但是呢，它这个笔呢，既不符合晚清民国时期的特征，又不符合这个宣德时期的特征，而且呢，青花呢比较飘，所以这也是希望遗憾。就是有些时候鉴定很残酷，有很多时候就拒绝了，我说是朋友你好，我这个看不了。有些时候没有办法，咱在这边来说看不了，让人家笑话。对。但是有些时候真的很遗憾，我也非常希望这东西真的。但是有时候不知道宣传好的地方，是有人说摸上去跟小孩屁股一样，但这个你摸上去是有个概念。有些时候就是判断这个一些数，甚至有些时候很多都骂我们到底懂不懂啊？不会，没办法，这个受从也不忘掉，训入张老师，原来讲也很理解，对。好。